沙曼、剪影与呼吸声，让人脸红心跳的隐藏设计大公开。火花与疑问并行，从角色余温到现实回响。同框的每一次呼吸，互看的一次停顿，都会被放大成无数讨论。观众的好奇并不肤浅，他们分辨得出角色的余温和现实的回响并非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却愿意在情绪里给彼此一次也许的宽容。正因为两位演员把分寸拿捏得克制，不喧哗，不拉扯，所以故事得以自然向前，情绪得以不被浪费。火花与疑问在同一时刻诞生，恰恰说明他们建立起的是一种能长久复读的信任。角色谱系的第一层，从理到情的内力迁移。开场是礼法的仪式，落脚点是心意的抵达。宋祖儿把古典的克制注入一滴温热，目光由雾转亮，呼吸由紧转松，人物像从棋局里悄悄长出风的方向。刘宇宁在挺拔的外壳里安放微切的心跳，让体面、责任与悸动在同一场戏各就其位。两人的表演呈现出一种双向靠近的系统，理的边框不变，情的结构自建，观众看到的不再是配对，而是生成。从物稳到任印，填的不是桥段，是逻辑。偶然引发火花，命运完成回收。一次最后的靠近，是情感的先声；一次印记的重合，是关系的概戳。节拍的设计像拉锯，前一步把人推向悬崖，下一步又递来台阶。甜因此不腻，因为每一个靠近都有动机，每一次心动都能自洽。观众被说服的瞬间，不是亲吻落下，而是人物为什么此刻可以，为何之前不行的答案落地。肌理里的张力、喉结、青筋与目光的走位。当喉结的吞咽被捕捉到，克制就从抽象变成生理学；当手背的青筋一紧一松，战场与心事之间有了换挡的提示音。宋祖儿的目光转场同样够准，从被动的背看走向主动的回看，再到藏不住的期待，每一次抬眸都像在无声加词。两个人在微小肌理里互相对位，把欲言又止的语法翻译成可见的证据。镜头语言的对冲，屏风、铠甲与沙曼。轮廓留在屏风后，情感被投影放大，冷硬的铠甲与轻软的沙曼同框，无与柔构成了视觉上的对冲。同期声里细密的喘息与衣料玛萨，像为画面加了一层触感滤镜。靠近不是甜度的堆叠，而是礼仪的搭建，每次接近都不轻佻，每次分离都不虚弱。观众之所以沉浸，不是因为镜头对得更近，而是因为距离被设计得恰好。身高差的舞台学，视觉秩序与角色分工。190厘米与162厘米的差，不只是萌点，更是关系的秩序学。保护与被护，压迫与倚靠，可以随剧情随时换位。戏外同框时，这份差异像带不下戏的道具，延展出天然的站位感。观众因而更乐于相信，这不是临时标注的表演姿态，而是两人气场互动的平衡数。宣传期的体贴，一个跪地配合的瞬间。礼服不变，他选择跪地配合，流程紧密，他在旁轻声照拂。这个被镜头定格的瞬间，不是自降姿态，而是专业的解题，不是刻意讨好，而是体贴的本能。两位专业的人在繁复的流程里彼此成全，化学反应在琐碎处最有说服力，它不是高调的宣誓，而是默契的让位。真诚的温度，亲手烘焙与云端相聚。一袋亲手装好的饼干，让近距离的谢谢有了香气。一次线上相聚，把分散的观众汇入同一时刻。表面是宠粉，底色是礼节，创作者、作品与观众因此形成稳固的三角，有人给出诚意，有人接住温度，有人负责流动。热度不再只是数字，互动拥有了触感。现象级的侧写，热度之外的结构性增长。漂亮的数据令人振奋，首周走高，海外榜单亮眼，话题持续攀升，动图播放量不断突破。更可贵的是，增长的结构性不是靠一次爆点吃到尾，而是靠剧情推进与角色话题的同步抬升。不是单一名场面扛全剧，而是每一集都在更好的曲线上。数据不是结论，只是证明内容硬、细节准、节奏紧，依旧是最稳的密码。争议的另一面，外貌审美与声线魅力。质疑与赞叹同声并行，
有人对颜值挑剔，有人被低音线击中。争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正面是被看见，背面是被定义。但当质疑撞上作品里的克制与力量，观众会用角色替演员发声，一次胸腔的共鸣，一次沉稳的叙述，就足以把偏见压回桌内。宋祖儿的红衣哭戏依然，动人的不是泪量，而是情绪的纯度。至于评分与口碑，只是迟到的掌声。强冲击开场加温柔收尾，击中 Z 世代的叙事法。年轻的观众首先需要被抓住，随后希望被安放。强冲击的开场帮你停下滑动的手指，细腻的收尾让你舍不得关屏。许多段落正是在力度与温度的交替中完成吸引，先把冲突推至满格，再用贴面呼吸回归亲密。最好的嗨点往往不是喊出来的，而是被看见的。古装爱情的转型，从借位到体验。昔日的借位兼具美学与时代印记，如今观众的情绪消费更讲究体验感，要真实呼吸、可信触碰和逻辑靠近。创作者学会在尺度与市场之间找平衡，不过线，但接近临界，不失礼，却容纳火。尺度不是更放肆，而是更聪明，把不可说变成暗示，把不可见化为可感知。一吻之间，爱与商业的双引擎。吻是爱的火焰，也是商业的火药。当情感抵达时，话题便被点燃；当心意告白时，讨论堆栈随之抬升。关键不在有没有，而在为什么、何时、如何。动机清楚，时机恰当，方法有据，观众就会交出心，平台就会压上资源。艺术与市场由此在同一坐标系里彼此对齐。粉丝文化的自洽，从科学到理性爱。当科学成为一种研究方法，显微镜也能长出温柔。可以分析对视时长，拆解服化道，统计手势变化，但也更愿意尊重边界。戏内磕角色，戏外给演员体面，可以热闹，可以调侃，但不过界，不越线。爱不再是占有，而是守望，把舞台留给作品，把空间还给人。职业伦理的温柔，尊重与分寸的教学片。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像不像在一起，而是如何一起把戏演好。一个为镜头调整姿态，一个替同伴挡光遮风，都是专业性的延展。流程复杂，光影紧迫，尊重与分寸永远是最高效的润滑剂，让辛苦不被消耗，让努力有回响。观众的共鸣，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。有人在他的成长里看见觉醒，有人在他的克制里看见疼爱。我们都曾在理与情的缝隙里游移，在热闹与体面的走廊里踟蹰。屏幕里的他们做出选择，屏幕外的我们因此被安慰。打动人心的不必完美，真实的难才最能拥抱。产业向上的信号，内容力回归与制作智慧。成功不只因颜值与话题，更因内容力回归。剧作端把逻辑打满，把细节做实，把镜头当叙事；制作端与观众同频，尊重审美升级，尊重节奏需求，尊重情绪阈值。所谓现象级，不是烟花，而是供给的稳定。当一条生产线能持续产出好内容，信任就会被归还。从荧幕到生活，把喜欢交给作品，把想象留给时间。是否因戏生情，可以热闹讨论，也可以安静观望。把喜欢交给角色与作品，把想象留给时间与当事人。人生的答案不在话题广场，而在各自的步幅里。珍惜这段共同经历的高燃与柔软，下一次片尾曲响起时，再一次相信好故事会接力。给创作者的3条启示：其一，细节决定信任。生理反应的真实，目光走位的合理，镜头语言的克制，能把相信织得更紧。其二，节奏赢得粘性。以强冲击夺目，以细回味留人，让每一集都有非看不可的理由。其三，边界成就长情。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双方共护，边界被守住，呼应才长久。给观众的3句悄悄话：第一句，先别纠结真假，先拥抱当下的感动。第二句，每一份专业的体贴都值得掌声，因为它同样难得。第三句，当你在屏幕前笑或落泪，你已与故事共着一回。他们的此刻，我们的记忆。宋祖儿与刘宇宁
用不同路径完成同一件事，让角色在我们心里活过。多年以后，或许我们不再记得某一声叹息，某一场对望，却仍会记得被温柔看见的感觉。内容的价值是在时间里留下可反复播放的情绪，而这部作品已经把这份情绪交到了我们手上。当风再次吹起，当下一阵风起，下一段故事启程，我们仍会期待他们在银幕的再度相逢，不是因为刻意的喧哗，而是因为他们曾认真把爱与勇气演得动人。愿每一个选择温柔、坚持克制的人都被时代温柔以待，愿每一位把故事讲清楚、把分寸拿稳的创作者都被观众久久记住。特别加映身高差的10个隐形细点。拥抱的层次，它需要放低肩线，它可以抬高脚尖，拥抱因此拥有了过程。护与被护，风口场景里，他的站位天然偏外侧，像把风往自己怀里带。视线的落点，他抬头的角度与他低头的幅度构成了对话的坡度。肢体的节流，他收力，他放松，同一画面上张与弛的频率不冲突。理发与心动的缝，他先后退半步，再靠前一步，里的况与情的流因此并存。镜头的呼吸，俯拍与仰拍交替，身高差自然成为镜头的叙事比。服装的重量，铠甲映衬纱幔，冷与暖在质感里对冲。守卫的逻辑，他拿重，他持轻，器物的分配暗示关系的责任。步伐的节拍，同走3步，他2步半的步距会逼出他半步的追随。舞台的留白，他停，他绕，他蹲，他笑。留白让偶遇变得可信。致谢与互动，感谢你的阅读与陪伴。如果你也被这段双向奔赴的故事触动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支持你喜欢的内容。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喜欢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你认为强冲击开场加温柔收尾的哪一刻最戳心？你如何看待戏内外分寸感的边界？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优质创作最真诚的鼓励。我们下次再见。